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 Magias 出品的這款超星神的色手賽莎可動人偶。說起來，這個廠家之前我記得應該是做手办的，這也是他們家的第一款可動人偶產品。人形身高大概15.5公分左右，可以適配目前市面主流的1:12可动人偶。而且市面上面真的正版授权的超星神可动人偶这類產品太少了，這也是以藍海的市場目前的獨一份。整個的造型來說，還原度做的是非常不錯的。其實讓人最驚訝的這回的產品工藝，可以看到為了還原皮套人身上穿着的那個衣物效果啊，仔細看，尤其大腿的這一圈幾乎看不到什麼和睦線的位置，這一點在工藝上面是非常厲害的。小腿方面亮面的處理，把皮靴的質感有做出来，涂装分色的方式完全是按照特摄裡邊的樣子來的，而且在靴子後方還做了仿拉鏈的刻畫細節，哎呀，很細嘛。衣甲部位是不同的分色處理，表面的裝甲這一塊都是那種油亮的質感，而裡邊的皮套也是做出了那種磨砂的消光處理面，脖子、腹部、裙甲這裡都是軟膠的覆蓋材質，防穿幫的細節，所以你在活动腿部的時候，這個地方不會暴露的太多。頭盔注塑方面的還原度也是相當漂亮的，尤其嘴部這裡用了金屬漆做出嘴唇的刻畫細節。脖子在活動的時候，根部其實是有一個抽拉的滑道，拉長以後你可以擺出来更大的幅度。像做一些特定造型的時候，有了餘量。其實拉出來我們可以看到，它是從後腦勺根部伸出來的一個關節軸，也是現在的主流設計可動的一個方式吧。這個樣子的可動範圍會更廣一些。立正的時候呢，你可以把它稍微的往下壓一压，縮短一點，脖子就不会顯得那麼的長頸鹿。肩胛的細節處理、塗裝分色都是很精細的，並沒有出現任何的溢漆。胸口這一塊的細節刻畫也很到位。肩胛部分根部這裡是雙段關節，而且根部這裡還有一個球形，可以來回旋轉調整一下角度。拉開以後，平舉的範圍可以折到90度抬起来，360度旋轉。這個阻尼感調教的非常舒適啊，鬆緊質感剛剛好。前後也有蝴蝶關節的存在，二头肌這裡360度旋轉，小臂的部分這裡也可以左右旋轉，胳膊肘這裡有2段的曲肘關節，彎折的幅度還是很大的。仔細看肘部的關節裡邊的材質跟外邊這裡還用了不一樣，所以它是用3層不同的材質來做四肢和它的關節處理。除了在這個 POM 的關節上邊你能看到中間的合縫線之外，其他的裝甲上邊處理的都是非常光滑的。水口控制方面也做得相当厲害了，僅僅是偶爾能看到那麼一點點。真的要是能把這些水口都處理乾淨的話，那這個工藝水準在業內也算得上数1數2了。手腕這裡也有一個肘動的關節，這一塊手背上的裝甲刻畫的精細程度也是相當厲害的。軟膠材質的手指不用擔心折斷。胸口前後有活動的範圍，但是因為造型的限制啊，这一塊在往前彎的時候幅度並不是很大，反而往後仰的角度會更多一些。左右歪胸有更廣的角度，2段關節360度旋轉，得益於軟膠的整個褲衩子，所以完全不會影響。胯部活動時候可以稍微的往下拉一點點，也是因為有這個軟膠的裙甲存在啊，所以你來回劈腿的話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，完全不會干涉。但是長時間擺放的話，這個地方會出現褶皺啊。側抬也可以踢到90度，大腿根部左右360度旋轉，膝蓋彎折2段關節，屈腿幅度很大。腳踝在活動的時候，靠這個軸已經有一定的範圍了，但是它還多做了一個關節的餘量，所以這個樣子就可以擺得更誇張了。左右接地沒有問題。腳尖這裡還設計了一個獨立的活動關節。一共帶了5對替換手型，刻畫和塗裝做的也是可以的。此外還帶了一個透明的收納支架，可以把手型插上去。但這個東西我覺得設計有點問題啊，5對替換手型只能插4對，再一個間距給的有點不夠，現在就光這個手型插起來已經很擠了。如果這邊再插帶手背甲的話，這個地方會更局限空間啊。所以我覺得這個玩意兒的尺寸應該再重新調整一下。附帶一個透明支架的地台，上方這裡是靠夾子去固定的。夾頭根部這裡是一個球形關節，可以各方向調整角度。武器是一把金色塗裝的獵鷹弓，整個的造型來說，還原度方面做的自然是沒有問題的，而且材質用的很柔韌，完全不用擔心折斷。在握持它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手型，注意它這邊是有手背甲的，
所以在弓的内側這裡掏了一個凹槽，我們握的時候先把這一塊虎口插進去，然後把這個手背甲剛剛好填到這個凹槽裡面，這樣就可以完全的貼合在凹槽處。總的來說，造型方面自然是没有問題，還原度是完全達標的。最讓人驚豔的是這一家的做工材質，尤其全身的這種把和模線都能處理的特別乾淨啊！如今在1:12的可动人偶圈裡邊，也算是非常精品的存在了。畢竟是做手办出身的嘛，他们对于細節的拿捏把握還是非常考究的。尤其現在進軍了1:12人偶界，也是期待着後續能出相關其他的 IP 作品吧。但相信 Magias 還是要先把超星神的這些可動人偶全部的做齊。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 Magias 的這一款射手賽莎做的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